今天我是要去找我朋友玩，然后他家住在这里，就是日本乡下的一个小镇上面，位置比我家更偏一些，我要坐电车来。他家住的那个位置比较偏，一般是不会有游客去的，是一个纯的住宅区。开车到市中心需要45分钟，不过它有一条直达市中心的电车。那一下电车，大家可以看到这边是一个非常简陋的乡下电车站，他家就要从这个电车站走过去。一出电车站就可以看到这边到处都是山。这个电车站还停了很多的自行车，就是因为这个电车是直达市区的，然后骑车到这里再坐电车会很方便。坐电车到市中心比开车还要快一点。它其实类似于住在一个村子里，就是顺着一条小路，然后往前面走，就可以走到他们那个村子里面。我这个朋友他是做跨境电商的，他是直接在网上面操作就可以了，所以他不需要到城市里面工作。我现在走的这条道，它是一个近路，它就是专门来这边坐电车方便的。开车出去的话，它是不走这边的，前面它是有一个公交站的。前面楼梯上面的那个公交站，它是直穿着整个住宅区，直到另外一个商业区的。就是住在这里的人，如果要到另外一个商业区去购物、消费啊什么的，他就坐这个公交也就可以了。这里是这个公交站的起点站，就是公交站从这里出发，一直到前面的一个商业区，中间要路过他们的这一片住宅区。然后这个小社区的里面，它也是有便利店和超市的，所以他买东西也没有什么不方便。它这个村子在公交站这边路口的地方，它还有一个神社，这个应该也是很早之前就有的，一直留下来了。然后我现在出了公交站，就在往他们村子里面走，你看离这其实不远，但这一片它就是没什么人，它因为它比较偏僻嘛，所以你可以看到它一个人影都没有。街上真的是安静的可怕，就是完全没有声音。我今天是和我朋友约了，我们两个要去吃一家蛋糕店。据说这家蛋糕店是深受当地主妇的喜爱。当然我肯定不是因为这个原因了，就是因为他那家蛋糕店的咖啡是非常的好喝。那我一个人我就不好意思去，我就说那我来你家，我约你一起去，正好离他家也近。你看前面这个公交站这里放了2个椅子，这个是给你等公交的时候坐着用的。你看这是不是很魔性的？就是随便放2个椅子，这里就是等公交的时候坐着用的。这个小村子里面就是有公交的，就刚才那个就是其中的一站。这个社区里面一共是有4个还是5个车站，就是给住在这个里面的人搭公交的时候用的。他家住在前面的一个邮局旁边，我就是直接定位他那个邮局就好了。像这种住宅区一般是很难在街上看到什么人走的，就一般大家如果有事的话就开车出去了。去超市的话，一般就要骑个车一下就买回来了，很少有人在街上慢慢的走。只有我这种没什么事的才会在街上慢慢的走，给大家拍一下视频。所以你看得爽的话，请你帮我点一下赞，点一下关注。你看得爽，我也要爽是吧？这样我才能够坚持下去，继续拍呀。我记得从前面转过去就到了。哎，你看这边还是有人的吧？还是遇到2个人。因为这本身就是一个低密度的住宅区，它可能一条街住的人还不如你那一栋楼多，所以其实这边冷清也是很正常的，因为它毕竟住的人比较少。走到这边的时候，终于是出了一些太阳。其实今天报的是晴天，但是早上出门的时候还是有一点阴的，而且早上出门的时候还下了点雪。这里又是一个车站，就这个社区里面全都是这种小车站，就隔不了多远一站路，就是方便这个社区里面的人出来。然后这个车站的灯子就更魔幻了，感觉就好像是谁家里拿出来的一样。像对面的这种公寓，它能在这种地方，它那个价格一般都便宜到你不敢想象。他家就在这个底下，但是我现在不过去，我跟他约了是在前面的一个那个邮局碰面。
像这种小公园，它是在这种社区里面，每隔一段路它都有一个的。小公园里面都是不能抽烟的，就是有禁烟的那个标志。我是很少看到有人会在这种公园里面抽烟的，几乎是没有见到过。像公园里面一般是会贴一些告示，就是最近会有什么社区活动啊，还有一些什么水管维修、水电维修啊的这种宣传册会放在里面，然后你自己拿回去。也有一些是什么失物招领之类的，就是你东西如果丢了，有人捡到了，他就丢到那个公园里面，然后你自己去看，你看到是你的人拿回去。这个停车场就是这里的大超市的，也是这个社区的中心。一般来说，社区的中心都是有大超市的。前面那个红色的就是邮局，我和他在这里碰面。这边还是保留有邮局寄信这个功能的，而且很多功能性的东西都可以在邮局里面办。但是真正在邮局里面写信的其实已经没有了。邮局这里还有一个派出所，这个派出所还挺气派的，还有2辆车，还有停车位。我催我朋友，他说他上来了，但是我在这里看他没看到他，估计是骗我的。好了，他现在就是来了，我们现在就走了。现在是准备去旁边的咖啡店喝一杯咖啡。你看这远处的大山，看着好清楚啊。我们2个顺着这个河道往前面走，前面有一家咖啡店还不错。我在地图上面看它是满星5颗星，当然那个是打分的人比较少，它也有原因。像这种社区里面的咖啡店，它一般都还挺不错的，就没有什么特别雷的。因为本来一个社区的人就不多，如果你不好喝的话，别人不去你就直接倒闭了。就说白了，他做的是街坊的生意。店到了就是这一家。2楼是住家的，1楼是咖啡店，是不是感觉长得跟漫画里面的一样？那我现在就带大家去里面喝一杯咖啡。すいません。我跟店主说我要拍一下视频，问他们可不可以，他说你随便拍。我一看这种老式的红西湖，我家还是10年前用的。背面也是他家珍藏的一些杯子，就全在这里展示。而且我来的时间不巧，他们家正在吃饭。店里也是配了一些面包在卖的，当然这个是行规，就咖啡店必须要有面包。然后我的咖啡就要上来了，非常精致漂亮的一个杯子。民宅里面的咖啡店都是这样，就是给你用的杯子都是很漂亮的。这个也是很多商业连锁的咖啡店比不了的。而且这种民宅的咖啡店，他们做咖啡都是全凭自己喜好来的，它不像什么星巴克啊，或者是主理人咖啡那种，冲个咖啡它要92度的水什么的。我朋友他不喝咖啡，他点了一杯红茶，他的杯子也是这种。如果是不喜欢坐在屋子里面喝咖啡，也可以坐在外面。外面的话，它是可以看风景的，而且外面它可以抽烟。最后是邀请了店主合影，他们其实祖孙3代。但是那个老人家他在吃饭，那我就不好意思叫他。那现在我就和我朋友2个人走，就去他说的那个祖父特别喜欢去的那个店，去那家吃个蛋糕，吃个下午茶。就前面这个公交站，我们坐公交去就可以了，就对面的这个公交站。从刚才那个地方坐公交到这个商圈只要7、8分钟，其实还挺快的。自己骑个车或者是开个车过来也可以。而且这边也是一个电车站。对面这边有很多的大超市，然后很多的餐厅都集中在这一块，所以其实还挺方便的。这一片就是一个乡下的商业集中地，它不是市中心。这一边离市中心还挺远，但这边他买点什么东西还是有的，所以也不一定非要去市中心才能够购物。前面那个红房子就是我们要去的那个下午茶店，可以看到它外面它有一个非常大的草莓，就是那家。这家店到了，就是可能有人不理解，就是为什么我们这么大老远要跑到这里来吃蛋糕。那等会大家看了就明白了。这个就是这家店里面。
像一进来这些饼干什么的都是这家店自己做的，这些蛋糕也是，这个蛋糕就是自己定制的，这些都是生日蛋糕之类的。而且定制的价格它并不算贵，他们这家店都是在后面的厨房现做的，就是烤好了之后直接拿到前面来卖。他家的这个布丁听说是比较好吃的，我等会一定要买一瓶带回去。像这种蛋糕你是可以买了在这里吃，也是可以打包带走的。进店的时候你可以闻到一股很香很香的烤面包、烤蛋糕的香味。这里还有这种给小孩子买的这种糖。然后这个是店里面的就餐环境，点了一个芝士蛋糕，然后我朋友点了一个草莓的蛋糕。切下去时候的这个手感，我就知道这个芝士蛋糕它差不了，非常的丝滑，跟油一样。这家店还真不是浪得虚名，确实很好吃。而且这家店很有意思，就它坐着吃的那个价格和你打包带走回去的价格是不一样的。你在店里吃的时候，它的摆盘多了一个冰淇淋和一个饼干。他家的咖啡也确实很香，你看这个油脂。这一杯是我朋友的，他说里面有酒精，他不喝，然后就给我了。确实里面是加了白兰地的。在店里面吃比打包带走贵了123，但是多了一个朗姆酒、冰淇淋和一个饼干，123算下来才6块多钱，你觉得划算吗？然后我们现在准备去这个业务超市买点菜。业务超市买食材，它一定是最便宜的，就不管是在哪里。我一般每次去业务超市，我都会买一大堆的那个食材。但是业务超市相对来说，它的零食就没有那么多。日本管这个白萝卜叫大根，你看，那你按道理来说，白萝卜叫大根，那胡萝卜就是胡根，对不对？结果它不是，它的胡萝卜叫人参。但是这个它并不是日本人没有文化，它瞎叫啊，就是中国古代叫胡萝卜就叫人参。这个如果你不相信，你自己看完视频可以去查。这个切好的葱特别的方便，我在家每次煮面条我都会放一点。像这种咸菜区我也是经常会买，就是买些什么韩国泡菜呀这种。这个挺好吃的，我拿一个。你看它这个牛奶10块钱一瓶，1升装的，但这个价格它只能在业务超市里面买得到。这个蔬菜汁我估计大家都不陌生吧，就我家里经常会买。然后最后买了这么多的食材，你看这个牛肉它是不是超便宜？就我发现日本人他不吃排骨，就那个排骨卖的特别便宜，估计他们是买回去不会做吧，就是那个排骨。来，你们看看日本排骨的价格，就这么好的排骨它卖这么便宜。然后买完了，现在就不找了，就是回去肯定也不会做饭了，就可能会找一个地方吃饭。然后结果就看到这家的披萨店它打半价，那你说你都半价了，我不去买是不是挺不好的？然后我就准备去买一个带回去吃。我在我以前的一个视频里面说，我说我家1个月吃不了5公斤的大米，到现在还有人在嘲讽，所以有时候也挺无语的。原价是3280，打完折是1640，我一瞬间就算出来了，然后我把2000块钱给了他还拿计算器按了半天，最后给了我360。他这里有一个指示牌，就是清晰的告诉你披萨的尺寸有多大。然后你点了披萨之后，他是给你现做，就是现烤，但是你要等一会儿。好了，现在就是买到了，准备回去。出来了一天，天都已经黑下来了。日本骑自行车如果晚上没有车灯的话是违法的，第1次被抓是罚5000，如果是第2次被抓，你的自行车就被扣了，然后要求你买一个车灯，你才能够把自行车骑走。这边虽说是乡下，但是晚上还挺热闹的，很多人在前面那个楼里面唱卡拉 OK。这里有一家鸟贵族，就是我刚才如果没买披萨的话，我是准备吃这个的。这个电车站夜晚的风景挺不错的，我带大家去看一下。其实这个电车站也是有超市的，但是它比业务超市要贵一点，不过它里面的零食要多些，业务超市一般是没有什么零食卖的。你看电车站上面看到的业绩，是不是还挺不错的？日本人等车他没有声音，你看，完全没有人讲话。当然也不是所有的车站它都这样，因为这个车站它是一个乡下的小车站，所以它这里的人其实不多。你们可以看到这个车站其实没有多大，虽说它是一个商圈的车站，不过大多数时候日本人等车的时候也是不爱说话，更不可能有人拿那个手机在那边开功放了，就是几乎没有见到过。
好了，那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。如果你喜欢，请点赞、关注、收藏。如果你不喜欢的话，也请马上把我拉黑，千万不要评论，避免你一评论大数据，下次还让你再刷到我。